你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吗？花上数小时刷着无尽的信息流，吸收着标题、短视频和别人的意见，结果一天结束时却感到一种明确的空虚感。你消费、点击、观看、阅读，但似乎没有什么能真正滋养呢。信息从一只耳朵进去，从另一只耳朵出来，只留下一丝焦虑的参与，一种你应该知道更多、做得更多、成为更多的感觉。这就是数字时代的老鼠赛跑，一种对刺激的无休止的追求。它承诺之事，却只带来疲惫。你把移动误认为进步，把消费误认为成长，而你的头脑超负荷且支持破碎，为这种幻觉付出了代价。别搞错了，这种感觉不是你的缺陷，它是我们时代精准的诊断。你正在遭受信息消化不良的折磨，这是现代人的状况。淹死在数据的海洋里，却因一滴智慧而渴死。你的头脑成了外部混乱的被动反应，一面破碎的镜子，现实着你读过的最后一篇文章，看过的最后一个视频的碎片。这种脆弱性使你在智力上变得脆弱，情绪上变得易怒，精神上变得迷失。你积累知识就像积累垃圾一样，希望在某个地方，在所有这些东西中间能找到答案。但答案不在外面，不在下一条通知里。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判决，而是一个选择呢？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这噪音的洪水变成力量的源泉呢？解决方案不是消费更多，而是改变你处理世界的方式。目标不是变得更聪明，而是变得不可动摇。在这个视频里，我们不只是谈论阅读，我们将把学习重新定义为一种无助行为，一种锻造兼不可摧品格的训练。我将向你介绍4多个学习的5个记录，这是一种古老而强大的方法，用意见力一座内心的城堡，一座任何外部为基督无法撼动的精神堡垒。准备好停止消费信息，开始构建自己吧。在把这座堡垒的钥匙交给你之前，我需要你做出一个承诺，不是对我，而是对你自己。真正的改变是有意图的生命。花点时间暂停自动驾什么事，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一是你的决定，并订阅频道，以免错过这次旅程的后续步骤。现在最重要的是去评论区公开宣布你的第一个纪律行为，写下我控制我的思想，感受这句话的重量和力量。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你与一个新版本的自己签订的合同，一个不再是随风飘荡的鞋子，而是自己内心宇宙的主人。履行这份合同的工具既不新颖，也不秘密。它是一种思维技术，一个为人类灵魂设计的操作系统，在2000多年前的生活战场上锻造而成。它叫做4多个主义。但请忘记那些留着胡子的老人在背诵尘封理论的形象，把4多个主义看作它本来的样子，一个精神策略的武库，一种应对焦虑、混乱和逆境的战斗训练。它是区分你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物的艺术，并将你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前者上。它不是要压抑情感，而是要不被他们奴役。它是日复一日地建立一种外部世界无法扰乱的住境的时间。就在这里，我们拆穿了别人告诉你的关于知识的最大谎言。学习按照4多个主义者的时间方式，不是一种为了在蜿蜒上线的更聪明而被动积累知识的行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无助般的记录，它是在智慧的铁砧上锻造你的品格的过程。你不是在读一本书，你是在与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进行对话。你不是在寻找信息，你是在追寻永恒的原则。阅读不再是一种娱乐，而成为你的个人实验室，而现实生活则是你的实验场。4多个主义者的问题不是我学到了什么，而是今天的这堂课把我变成了谁。想象马可·奥勒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罗马的皇帝，面对着瘟疫、战争和背叛，他每天早上在军营的寒冷中做什么？他为自己写作，我们今天称之为沉思录的书，是他私人的训练日记，一种与自己的对话，以加强他的原则，以及他对
为他那天将要遇到的愚蠢、傲慢和贪婪做准备。他写作不是为了出版，他是在用写作和反思作为工具来锻造他的灵魂，在绝对权力的中心保持理智和公正。他向我们证明了，学习不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而是战争时期的基本武器。现在你已经做出了承诺，我们进入了锻造汉，这里是艰苦工作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把哲学的游客与灵魂的真正建筑师区分开来。我将向你解释的5个记录，不是技巧或捷径，它们是你新思维的5个支撑支柱，是将信息转化为智慧，将软弱转化为不可动摇力量的基本过程。每个记录都建立在前一个纸上，创造了一个综合的心理训练系统。忘记你认为你所知道的关于学习的一切。我们即将把你的头脑变成一座堡垒，而这就是建造手册。请密切注意，因为每一步对最终结果都至关重要。你必须建立的第一道墙是选择的记录，即神圣的忽略艺术。在学会阅读之前，你需要学会不阅读。在一个为你注意力而呐喊的世界里，你最激进的力量是你选择什么不值得进入你意识的能力。你是你头脑大门唯一的守护者，允许无关新闻、八卦和充满仇恨的辩论进入，就想让间谍和破壁者进入你的堡垒。他们不是来统治你的，他们是来搅动你、分散你注意力，并从内部削弱你的防御。真正的智慧不是施于获取，而是施于减法。选择是保护你内心平静的过渡器。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不求知晓一切，他寻求理解对于过上美好生活至关重要的东西。他知道，每天发表和分享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琐碎的、短暂的，最屁的情况下是有毒的。因此，第一个时间不是打开一本书，而是关闭浏览器标签页，是删除新闻应用程序，是去消关注那些激起你焦虑和愤怒的账户。在一个真而愈拢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沉默行为。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被条件化为害怕被排除在外，即著名的 FOMO 或害怕错过。我们相信，我们需要不断了解所有事情的最新情况，才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或有趣的人。这是一个陷阱。紧迫性是无关紧要的伪装。源源不断的突发新闻旨在让你保持持续的警觉状态，使你成为一个焦虑且容易被操纵的消费者。你沉迷于新奇事物的大脑会对此进行反抗，它会告诉你，你正在与世界隔绝，而实际上你只是在与噪音隔绝。抵抗这种冲动需要巨大的力量，因为它意味着你照我们整个文化的潮流而行，它意味着接受你不会知道最新的丑闻，不会对当天的争议有成型的看法，而这是借放的。它意味着用真正处于平静中的体验来交换那种被告知的虚假感觉。成人99%的日常信息流对你成为一个善良、冷静和有德性的人的能力绝对没有影响。这需要勇气，是你的大脑在努力维持多巴胺成因。正是这种成因让你保持软弱。让我们使用最有力的比喻，只是如事物。你的头脑有一种饮食，无论你是否有意识地选择它。社交媒体的信息流、电击、诱饵的标题、付钱的娱乐视频，所有这些都是精神上的垃圾视频。它容易消费，口感极佳，令人上瘾，但却不提供任何真正的营养。相反，它让你精神上肥胖、迟钝、生病，并不断渴望更多的垃圾。你感到饱足，但实际上你正在因精神营养不良而垂死。结果是一个发炎的头脑，无法集中注意力，并容易患上慢性焦虑。另一方面，伟大的书籍、哲学文本、伟大男性和女性的传记，这些是你精神饮食中的蛋白质、纤维和维生素，它们是营养丰富的食物。它们可能更难聚焦和消化，需要更多的努力。它们不像病毒食品那样提供及时的糖分冲击，但正是它们构建了精神的肌肉，增强了你对抗压力的免疫系统，并为你提供了应对生活挑战的可持续能量。
你每天早上选择把什么放到你的精神餐盘上，成为自己头脑的营养师是实现自给自足的第一步。这意味着要阅读信息的标签，问问自己，这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更冷静、更聪明的人，还是只会让我更激动和分心？在你的选择中要毫不留情。你的注意力是你拥有的最宝贵的资源，它是你的生命货币。把它花在琐事上是精神破产的定义。选择营养而非刺激，选择永恒的智慧而非认为的紧迫性。这项记录的结论是一种力量的行为。通过对噪音说不，你为沉默和深度创造了一个神圣的空间。你不再是世界的反应，而是开始在自己内心建立一个世界。有选择性不是物质，而是战略智慧。它是一种认识。既要建造高大的东西，你需要一个干净见识的基础。你不是别人意见和恐惧的仓库，你是自己精神博物馆的馆长。只有最珍贵和永恒的艺术品才值得在你的墙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这第一道墙的建立，你成为了进入植物的主人。你获得了对流动的控制，将混乱的洪水变成了滋润你内心花园的灌溉渠道。这项记录本身就具有变革性，它还给你一天中枢消失的时间和头脑的清晰。这是反应性的中介和意向性的开始。你停止对世界扔给你的东西做出反应，开始根据你自己的价值观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头脑的基础。现在呢，大门一手护好，我们进入第二个时间，冥想的记录。我不是指盘腿而坐，我是指把阅读变成一种正念联系。仅仅选择正确的事物是不够的，你需要正确的消化它。主动阅读是聚焦和吸收智慧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囫囵吞枣。目标不是用眼睛扫过文字，而是让文字穿过你的灵魂。这就像从高速行驶的火车窗户看风景，和走在其中，感受泥土的气味和太阳的温暖之间的区别。这意味着你需要手持一支笔阅读，或者右翼在每段停下来。这意味着把阅读从作者说话你被动倾听的独白，变成一场充满活力的对话。你必须质疑作者，在你的头脑中与他辩论。塞涅卡，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克·奥勒留，当你儿子让你失望时，你是如何应用这个原则的？以这种方式阅读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行为，这是一个还蛮可以且极其深刻的过程。它将知识转化为理解。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对速度和完成的需求。我们的头脑被互联网训练的去寻找下一个信息，去扫描而不是阅读，去优化数量而不是质量。我们有一份要读的书单，在标记有一本为了一读是感到一种肤浅的满足感。冥想是阅读时期对里面，它需要耐心。在一个要求你加速的世界里，它迫使你减速。你沉迷于即时满足的大脑会反抗，会说你慢，会告诉你要跳到下一部分。这是一场对抗现代条件反射的战斗。我们把读完一本书和理解它混为一谈，显得有文化的压力导致我们积累读过的书名，好像他们是奖杯一样，但他们所包含的智慧从未被提取。这相当于去参加一个宴会，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盘子里，但是要也不吃，只是为了说你去过哪里。抵制这种快点都完的紧迫感是一种反抗肤浅的行为，是在一片浅薄的海洋中选择深度。这是对精通的承诺，而不是对指标的承诺。让我们回到食物的比喻。如果说选择是挑选正确的食材，那么明过是烹饪和聚焦的过程。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牛排，但如果你整个吞下去，你将无法获得其营养，而且还会感到不挂。冥想是阅读，就是缓慢的聚焦。每次你停下来反思并做笔记，你都在分解那个思想的纤维，释放出质力、营养素，以便你的系统能够吸收它们。没有这种消化，马克·奥勒留的话语只是纸上的墨水，它们没有力量。想象一下，你正在阅读艾比克泰德的一段话。困扰我们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我们对食物的判断。被动的读者读了这段话，点点头，
然后继续。主动的读者停下来，他合上书，他思考上一次生气是谁的时候，是交通让他生气，还是他交通不应该是这样，并且会让我吃到的判断。他聚焦这个想法，他把它应用到他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伤口上。正是在这一刻，哲学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成为一种药物。这个过程把你的图书馆变成了一个导师委员会，你不再只是阅读塞涅卡的话语，你是在就你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书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工具，一个跨越世纪对话的门户。阅读不再是一种孤独的消费行为，而成为与有史以来最智慧的头脑共融的行为。你不仅仅是在解码负号，你是在参与一个寻求真理和美好生活的传统。这项记录的结论是目标的改变。目标不再是读完这本书，目标是让这本书中接你那个旧的、脆弱的版本。你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翻了多少页，而是内化了多少简介。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一次深度专注的练习，一种训练你临在并清晰思考的冥想。你实际上是在重新配置你的神经通路，建立数字时代试图从你这里切走的专注能力。通过掌握消化的艺术，你确保了你如此精心挑选的智慧能够真正滋养你，并使你强大。你成为了一个不仅知道哲学家们说了什么，而且理解他们意思的人。而这种理解，这种内化的清晰，为你提供了进行下一个记录的基础。那才是真正见真章的地方。你已经建好了城墙，滋养了军队，现在是时候教士兵们如何战斗了。你用选择建造了大门，并学会了用冥想来滋养你的军队。进步是真实的。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成为自己建筑师而非仅仅是旁观者的旅程的人，我创建了一个播放列表，其中包含对4多个工具的更深入探讨，例如负面想象和日记。把这看作是你的高级训练，连接在描述中。这是对那些想走得更远的人的邀请。现在回到短造喊，因为第3个记录是所有记录中最关键的。我们来到了世间哲学的核心，即事件的记录。在这里，只是从你的头中下来，进入你的手、你的脚和你的声音。没有在现实世界中转化为行动的智慧不是智慧，它只是一个智力装饰品，一个无用的奢侈品。正如塞涅卡所说，哲学叫我们行动，而不是说话。现实世界，机器所有的不完美和挫折，是你的实验室、你的健身房、你的道场。这里是理论经手经验之或考验的地方。阅读关于勇气的目的，不是能够定义它，而是在下一次恐惧出现时勇敢的行动。阅读关于耐心的目的，不是引用塞涅卡，而是在银行派对或交通堵塞时成为唯一冷静的人。每一天都为你提供了一份实践美德的机会课程。你烦人的同时，你苛刻的老板，出错的项目，掉线的网络，这些都不是你内心平静的障碍，他们是生活慷慨地提供给你的训练机会。这里最大的冲突是直效道路和行走道路之间存在的鸿沟。停留在思想的领域是非常舒适和安全的。阅读4多个主义，让你感到智慧和掌控。当有人在交通中别你或不公正地批评你时，试图实践它确实令人羞辱、困难和惧的。理论是干净有序的，事件是肮脏混乱的。我们的头脑更喜欢理解一个概念的满足感，而不是融入它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副手艺哲学家。我们躲在书本后面，我们用我们的知识作为盾牌，保护我们免于改变行为的需要。我们告诉自己，当真正的危机发生时，那时我们才会应用这些伟大的原则。但这是一个谎言。你不是在危机中成长，你是在危机中解释你的训练。如果你不能在网络连接还满是练习耐心，那么当你面临毁灭性的损失时，你也不会练习它。生活是在日常时间的小时刻中建立起来的，这就是短造喊的比喻发挥作用的地方。你的灵魂是一块粗糙的金属，千里强大，但无形切易碎。
阅读伟大的书籍就像学习冶金手册，你学习关于钢的属性、理想的温度、技术。但金属不会仅仅通过学习就变成一把锋利而有弹性的剑，它需要经历不挂的火焰，并被时间的锤子反复敲打。你面临的每一个困难都是火焰，每一次尝试应用4多个原则都是一次锤击。想象一下，你决定练习艾比克泰德的控制而分法，然后你的航班被取消了。理论极冰冷的金属说，取消是我无法控制的，我的反应是在我控制之下的。火焰是挫败感，是害怕错过约会的恐惧。锤击是你自觉地选择深呼吸，接受现实，并专注于你现在能做的事情。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找一家酒店。一开始这一集是笨拙的，你仍然感到愤怒，但你练习，下一次这一集更坚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在大小逆境中成千上末次的锤击，你的品格之金属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它变得坚韧了。以前它在压力下脆弱易碎，表现为愤怒或焦虑的爆发。现在它既灵活又坚固，它在压力下可以弯曲，但不会断裂。这就是时间的结果。你不再只是知道4多个主义，你正在成为一个4多个主义者。你的行动而不是你的言语，是你学习的证明。这项记录的结论是，生活不再是一系列需要避免的问题，而成为一系列可以用来促进你成长的挑战。你开始把每一次互动和每一个时间都看作是训练的机会，这改变了一切。生活不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成为为你而发生的事情。你不需要去修道院练习，你的办公室、你的家、超市，这些都是你的训练场。通过把你的生活变成一个实验室，你闭合了治愈性之间的循环。你所选择和消化的知识，现在成为了你是谁的一部分，体现在你的日常行动中。你成为了哲学有效性的活生生的证明。人们不会注意到你读过的书，但他们会注意到你在风暴中的冷静，你在失败面前的人性，你在压力下的优雅。而这毕竟是唯一重要的证明。现在你正在实践你需要随时可用的战斗工具。这把我们带到我们堡垒的第4层，即记忆的记录。在一个我们将记忆外包给手机的世界里，有一集以一个哲学原则是一种力量的行为。这不是为了考试而背诵，而是为了锻造一个在混乱时刻可以及时访问的精神无库。那是没有时间查数或在谷歌上搜索。当焦虑来袭，当愤怒飞腾，当恐惧使你瘫痪时，你没有奢侈停下来说，等等，让我看看塞涅卡对此会怎么说。情绪反应是即时的，你的防御也必须是。记忆的原则是你随时待命的军队，你的精神特种部队。它们是尖断而有力的短语，如障碍就是道路，或者也会过去，或专注于你能控制的。它们作为恐慌和反应性的短路期。冲突显然是记忆看起来是以想法为和过失的工作。如果我可以在手机上保存笔记，为什么还要记忆？我们懒惰的头脑问道。我们相信获取信息等同于拥有知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地人在砸你的门时，存放在数公里外武库里的武器是无用的。你手机里的信息在你之外，记忆的智慧在你之内，与你的意识融为一体。我们对自己保留信息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依赖于数字价值。恢复记忆重要事物的能力是一种认知主权的行为，这是在宣告你自己的头脑是，而且永远是，你拥有的最重要的工具。它只得被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和重复的过程。这2件事是我们这个便利文化叫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这里的比喻很清楚，你的头脑是一座堡垒，记忆的原则是你的武库。选择、消化和时间的城墙可以保护你免受大多数攻击，但对于机型危机，你需要武器。记忆是锻造这些剑柄，将它们放在你城堡内容易轰击的地方的过程。将军不会等到战斗开始才去寻找他的武器，
他们已经在他士兵的手中了。选择一小撮与你产生深刻共鸣的各言或英语，可能是一句马克·奥勒留的话，一句埃比克泰德的话，甚至是你自己构想的一个原则。把它写在便签上，贴在你的显示器上，把它设为你的手机壁纸，每天早上背诵它。重复是将原则刻在你潜意识中的方式，把它从你知道的一句话变成你感受到的一种真理。当吾如向你袭来时，记忆的原则，别人的选择无法伤害我，除非我允许会自动出现，就像聚气的盾牌。当一个项目失败时，障碍就是道路出现了，不是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想法，而是一种本能，将绝望转化为机会。这些不再只是词语，它们是你的条件反射，你在高压情况下的默认反应。这项记录的结论是你正在武装未来的自己。你今天记忆的每一个原则，都是你通过时间发送给你未来某个需要它的版本的武器。你成为了自己的守护天使，危机时刻自己的道士。这是迈箱子给自主的最后一步。你不再需要外部的大事，因为你已经内化了你自己哲学委员会的智慧。有了装备精良的武库，你变得真正强大。你拥有来自时间的冷静和来自记忆的工具。你不仅准备好承受生活的困难，而且能利用它们为你服务。你准备好不仅是生存，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茁壮成长。你几乎完成了，只剩下最后一块，它将所有其他部分连接在一起。因此，我们来到了城堡的顶端基勒旺塔。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时间，即复盘的记录。在这里，你成为了自己生活的科学家。通过写作、记日记的行为，你分析你的训练结果，庆祝你的胜利，从你的失败中学习，并为第2天调整你的策略。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为精神式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日记是自我审视最强大的工具。这个时间很简单，正如塞涅卡向他的朋友们推荐的那样，每天结束时，花几分钟在纸上与自己对话，问问自己，我今天克服了什么弱点？我抵制了什么诱惑？我在那个方面变得更好了。这并非列出任务，而是对你一天进行道德和精神的判点。这是一个残酷诚实和自我同情的时刻。你不是根据别人来评价自己，而是根据昨天的自己。冲突在于抗拒面对我们自己。打开电视、刷信息流或寻找任何其他分心的事情，远比带着一张白纸和我们自己一天的真相安静地坐着要容易得多。写作需要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勇气，面对我们的失败而不找借口的勇气，承认我们在那里反应过度、不耐烦或胆怯的勇气。很多时候，我们避免写日记，因为我们害怕会在哪里发现什么。此外，现代生活让我们精疲力尽。一天结束时，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有一个人物。我们的大脑渴望关机，渴望消费被动娱乐。复盘的记录要求你将一天中最后几分钟视为神圣的，是为你成长最重要的时刻。它要求你把日记不看作负担，而看作最大的特权。日复一日，有意识地塑造自己品格的机会。在这里，日记成为了你路程中船长的航海日志。一艘没有航行路线、锁于洋流和锁仿港口记录的船，只是在漂泊。你的日记是你进化的地图。通过写作，你不仅在记录过去，你还在赋予它意义。你开始看到以前看不见的模式。我注意到，当我睡眠不好时，我更容易生气。我注意到，在我锻炼的日子里，我的焦虑会减轻。日记把生活从一个随机的混乱变成了一组你可以分析和优化的数据。再想想马克·奥勒留，他的沉思录正是这样一本复盘日记。他为自己写作，以巩固他所学到的东西，为第2天的挑战做准备，提醒自己在权力和封城面前坚持原则。他不仅仅是在生活，他还在研究自己的生活，用写作作为保持理智和美德的工具。
他的日记证明了，可以统治的最伟大的帝国是自我帝国。这种写作行为巩固了你所学到的一切。你所选择消化事件和记忆的思想，现在通过书面表达被固化在你的头脑中，只是变得不可磨灭。你不仅仅是在思考你的生活，你是在积极地构建你自己转变的叙事。写的每一页都是你内心堡垒墙上有一块砖，使其更坚固、更有意识。这个最终记录的结论是创造了一个持续改进的循环。复盘为选择提供信息，因为你发现那种知识在你的生活中最有用。它提升了效化，因为你更深入地反思你所读的内容。它为你的时间提供信息，告诉你需要在哪里多加训练，并且它通过不断提醒你知道你的原则来加强你的记忆。日记将一切联系在一起。随着复盘记录的实施，你闭合了循环。你不再只是漂泊，对命运的气象做出反应。你是你船的船长，有地图、指南针和清晰的航行记录。你终于成为了自己头脑的建筑师，你内心城堡的主人。你不再是信息的消费者，你成为了现代的训练中的智者、哲学家、战士，坚不可摧。你已经走到了终点，但这只是起跑线。我今天教给你的不是一个视频，而是一套工具，用于选择、消化、时间、记忆和复盘的工具，用于建造的工具。从这一刻起，责任完全在你。你可以关闭这个窗口，回到那个被动消费者，漂浮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你可以拿起这些工具，从今天开始，建造你内心堡垒的第一面墙。阅读不会让你更聪明，它会锻造你。记住这一点，学习不是关于你知道什么，而是关于当生活考验你时，你变成了水。每一本书，每一次反思，每一次时间，都是塑造你的锤击。如果这条信息与早已存在于你内心的真理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感受到了追求更深刻、更有力量的生活的召唤，那么就用一个行动来印证这一刻。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请点赞，作为你收到这些工具的信号，并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的锻造还永远燃烧着。现在，作为你在这项训练中最后的承诺行为，去评论区并用大写字母声明：我锻造我的思想。不要为我写这个，为自己写，让打出这些字的行为成为第一次锤击你新身份构建的第一个有意识的行为。最后，看看你周围，许多人仍然在你曾经溺水的地方挣扎。如果你认识某个在噪音中迷失、对未来焦虑或渴望智慧的人，请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作为娱乐，而是作为一张救援地图。为了让我知道谁是完成了这次强化训练的真正建筑师，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找到其他做了同样事情的人，你们是记录和专注仍然存在的证明，你们是先锋。现在去吧，开始你的伟大工程，你自己的工程。